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最近几年，记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出门前明明盘算好要带的东西，结果到了门口就给忘了，回去翻箱倒柜也想不起来到底要带啥。刚把手机放下，准备干点别的，转眼间就开始满屋子找手机，甚至拿着手机还在问我手机去哪儿了。看了一部剧或者一本书，人家一问主角叫啥名，感觉啊这名字就在舌尖上打滚，愣是说不出来。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每年花在回想那些遗忘掉的事情上的时间，加起来足足有40天之久。但是啊，有些人简直就是超人，比如说世界记忆力锦标赛的冠军本·普里德莫尔，他1小时能记住1528个没有规律的数字，或是一字不落地背诵出任何一首诗歌。他能在32秒就记住一副洗过的扑克牌，在5分钟之内就能把96件不同的历史事件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圆周率的小数点后5万位都能背下来。但是这样一位神人啊，他却说我的记忆力其实也就一般般。其实我们这些参加比赛的人啊，记忆都不怎么样。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普通人也都能做到，一点也不难。关键是要学会用一些更管用的方法去记东西。那他到底是过分自谦了呢，还是真的确有其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记忆潜力都是非常巨大的。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书是非常昂贵的，知识呢主要靠脑子去记。当时呢是主要记一些布道词、祷告词这些宗教方面的东西。还有就是元老院的元老们会用记忆术呢来记一些演讲稿。什么元老院？元老院是什么？养老院吗？不是养老院啊，是元老院。元老院呢是在古希腊时候是一个叫议事会啊，是一个常设的一个权力机构，是由各氏族长组成。其实里边也是老头，其实和现在养老院里边一样，老头老太太。你就是学知识的养老院？不是，是一个权力机构，不是学知识的，是一个权力机构。古时候呢，有个政治家叫蒂米斯托克利的，他靠着记忆术啊，居然能记住大概2万个雅典人的名字。但是到了15世纪啊，有个德国人叫古登堡，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印刷术，这就导致了书啊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了，每个人都能买得到书了。这样原来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啊，现在轻松的可以记在纸上，并且呢会非常便于查找。这样我们的人的大脑啊就越来越得不到锻炼，记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怎么找回我们本来就很强悍的记忆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刻意练习记忆》。本书的作者呢是乔舒亚·福尔，他在国家地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大牌媒体呢都写过稿。这家伙非常厉害啊，他只用了1年的时间学习和准备，就在2006年拿下了美国记忆力锦标赛的冠军。后来呢还杀进了世界记忆力锦标赛，拿到了第13名。那本书提到的第一种超级记忆术呢，就叫做记忆宫殿法。2500年前由希腊诗人西蒙尼戴斯发明。记忆宫殿法呢也叫旅行记忆法，或者叫位置记忆法。后来呢由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和教育家昆体良把它发扬光大，搞出了一套完整的规则，还写成了书。之前我们提到的中世纪啊，大家就是靠这种方法来记住了大量的知识。我知道记忆宫殿法。你知道记忆宫殿法？因为我看过那个港剧《夺心神探》。那里面第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的，她是一个记忆宫殿的教学老师，教人去记的，然后通过这个方法让一个学员自杀了。因为它会让你想象你好像在一个宫殿里，然后呢你每一个知识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你就不停地走，但他想象的时候他可能会闭着眼睛想，比较沉浸的。对，然后呢他在设计一些意外，导致那个人从屋顶踏空，然后摔下去死亡。记忆宫殿法的原理特别简单，它就是利用我们大脑对不同类型的知识的记忆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大脑呢更擅长记忆一些视觉图像，而对于其他类型的知识呢，比如说单词或者数字，记得就不太牢固，对吧？所以说呢，记忆术的诀窍啊，就是把那些难记的信息变成有趣的、容易记的视觉图像。转化后的视觉图像呢，一定要与之前我们见过的所有的事物呢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呢能够加深印象。记忆宫殿法呢有2个基本部分，一个是图像，一个是位置。图像代表你要记住的内容，位置呢则代表这些图像存放的地方。在记的时候呢，脑子里要构建一个自己熟悉的空间，然后呢把代表要记住内容的这个图像放到这个空间里去。这个方法就叫做记忆宫殿法。那我们的视觉记忆力到底有多强大呢？打个比方啊，如果有一天让你单独到别人家里待上5分钟，而你之前呢从没去过他家，这时候呢你会对这座房子啊充满了好奇。在这短短的5分钟之内啊，你不仅能记住不同房间的位置，哪一间是挨着哪一间，你还能记住房间的大小、装饰，还有里面的摆设，还有窗户的位置。
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啊，你可能就记住了上百件物品的摆放位置和所有物品的大小尺寸。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观察这些物品，是吧？人们呢往往会忽视我们这些空间记忆能力。记忆宫殿法呢，就是要利用这种敏锐的空间记忆力来组织和储存那些没有顺序的信息。我们一起看一下下面这张清单啊，如果你要在2分钟之内把它们全部记住啊，并且到今天晚上睡觉前都不遗忘的话，一定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用记忆宫殿法来快速并且牢固地记住它们。首先啊，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宫殿，图上是我们出差或者旅行时啊经常住的酒店房间。我们会把清单上的内容围绕这个房间一项一项地摆放出来。我们在回忆这个清单的时候啊，你只需要在想象中在房间里重新走一遍，这些要记住的物品到时候就会从你脑子里自动地跳出来。那现在跟我一起走进房间啊。首先走进房间门呢，你会突然发现一个很大的瓶子，非常突兀地立在房子门口的柜子上，里面呢放着一些大蒜，你还要尽可能地联想大蒜的味道，然后再把这种味道啊尽量的夸大一些。想象一下你正在吃大蒜，你的舌头要真正的感受到它的味道。然后呢，你低下头，突然看见2根巨大的烟熏腊肠摆放在你的皮鞋旁边。腊肠呢粗壮又黝黑，甚至比皮鞋啊还要大。但是你清楚的知道呢，它们是2根腊肠，因为你能闻到它们散发出来烟熏的味道。你推开卫生间的门，看到浴缸里面倒满了牛奶，你的外教老师正在牛奶里面泡澡。浴缸旁边的地上呢放着6瓶啤酒，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些啤酒聚在一起，正在讨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吵闹的声音啊，甚至盖过了浴缸里的水声。你关上卫生间的门，里面的吵闹声戛然而止。你走到写字桌前，看到3只颜色鲜艳的圣诞袜挂在台灯上，桌子后面摆放的呢不是椅子，而是一个金色的滚筒洗衣机。在今后的日子里啊，你都要坐在这台洗衣机上工作。你可以试想一下，坐在这个洗衣机上这个冰凉的触感。酒店电视机前面啊，正在上演着一出真人京剧表演。表演的曲目呢是《霸王别姬》。那你看到虞姬啊，手里拿着一个儿童扩音喇叭在对你喊话，但是呢，因为喇叭坏了，你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但是呢，你能看到它非常夸张的造型和表现。走到酒店床前，你看到一把超大的尺寸的这个折叠椅啊，粉色折叠椅，纯棉的质感，你想象着躺上去啊，一定会非常的舒服。折叠椅旁边呢，像身高体重秤一样啊，放着一个巨大的温度计。那听了刚刚的描述，你现在能把清单上的物品复述出来吗？我感觉我大概能。那你闭着眼睛说一下。大蒜，2根腊肠，3双圣诞袜，洗衣机，牛奶，6瓶啤酒，京剧《霸王别姬》，喇叭，粉色折叠椅和温度计。可以啊，虽然有点出入，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家也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啊，尝试着回忆一下刚才的物品。如果你全都说对了啊，你可以给自己也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当然，你可以把视频收藏起来，明天回过头来验证一下自己记得是否牢固。那书中介绍的第2个记忆法呢，叫做组块法。乔治·米勒在他的论文《神奇的7+2》里提到过，人的短期记忆啊，就像一个小仓库，一次呢只能放7件东西。如果把每个数字当做1件物品的话，那我们一次啊只能记住7个数字，而且是短期记忆。比如说啊，有一个12位的数字串，要是我们一个一个数字记啊，基本上是记不下来的，因为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记忆的极限。对。但要是我们把它分成4块，你看这样记的话就容易多了啊。对，我记手机号码也是这么记的。对，手机号码你可以把前3位先记下来，然后把中间的4位是个序号，然后最后再4位，是吧？但是我们如果再大胆一点啊，把这个数字分成2块，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了2个日期，这样一来呢就更容易记忆了，对吧？你也可以把这2个日期呢变成1个信息来记，那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2件大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每个数字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一个日期或者一个大事。对，这个后面我会说啊。我们用这个组块法的前提是我们要有一些知识储备啊，把你要记的信息和我们脑子里的这个原有的记忆来做一个对应，这样记得会更快。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啊，如果记住这22个字母啊，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些字母的拼写，那背起来就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分成4块，分别是 head、shoulders、knees 和 toes， 这样记起来就非常简单了，是吧？当然了，上面的例子啊，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不知道9·18事变的日期和日本投降的日子，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一串数字变成2个日期来记，对吧？而且呢，如果你只会中文不懂英文，你也没办法把这一串字母变成4个单词。在你眼里就是一串乱七八糟的一个乱码，是吧？而且它还都是大写的。对，所以说呀，要想灵活运用组块法，关键是要看你脑子里有多少现成的知识，这些知识啊，决定了你能学到什么样的新知识。换句话说，组块法只是一个技巧，要想用好它，就得先在大脑里建立一个数据库。其实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是这么干的，他们在积累经验的时候啊，就像是在给自己建一个小银行，里面存放的呢都是他们的长期记忆，有了这些长期记忆垫底啊，再去学新的知识。举个例子啊，国际象棋，20世纪20年代，一群苏联科学家想给8位顶级棋手下个定义，看看他们到底聪明到什么程度。他们给这些棋手啊做了一些认知和感知能力的测试，但是结果让他们大跌眼镜。这些象棋大师啊，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在棋局开始的时候，这些象棋大师并没有预测出更多的棋路，他们甚至呢考虑不到更多可行的这个棋路，但是呢，他们能够快速的找到正确的棋路，就好像他们连想都没想就做出了反应一样。听他们描述的时候啊，德赫罗特发现这些大师说话的方式和普通棋手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描述棋子的布局时用到的一个词叫做兵形。在出现任何混乱的棋局时啊，比如说车暴露出来了，他们能迅速的意识到，并且呢把整盘棋看作是由棋子组成的一个组块，看成是一个紧张的局势，而不是零散的32个棋子。脑磁图呢是一种检验思维活性的一个大脑内的弱磁场技术。研究人员发现啊，象棋高手呢在观察一盘棋的时候啊，大脑中的额叶皮质和顶叶皮质是比较活跃的。也就是说呢，这些高手正在从长期记忆库中来调取信息，而普通棋手在对弈时呢，大脑的内颞叶是比较活跃的，说明他们在解码新的信息。象棋高手呢，就是利用丰富的对弈经验来理解正在进行的棋局，而普通的棋手呢，是把前面的棋局啊看作一个新的信息来分析。根据埃里克的研究呢，专业知识啊，其实就是在相关领域内经过数年的经验积累而形成的大量知识，并配合上一定模式的检索机制。其实我们普通人啊，和象棋高手是一样的，都是靠过去的经验来理解我们当下遇到的新的事物，对，来做出最后的决定。但过去的经验也还是要靠记忆力的累积和知识的学习。没错。所以换句话说啊，强大的记忆力并不是这些专业知识的附属品，而是专业知识本身。书中啊还介绍了很多锻炼记忆力的诀窍。首先啊，就是所谓的过量记忆法，意思就是当你觉得你记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再多加个50%的记忆量。就比如说你背了10遍，你再多背5遍啊，这样一来呢，你的记忆效果是最好的。为啥呢？因为我们大脑就和肌肉是一样的，需要适当的超量锻炼来提高能力，练得越多，大脑就越灵活。不过记忆量最好不要超过150%，如果超过的话，首先大脑会非常疲惫，而且效率非常低。那我怎么知道这个100%到底是多少遍合适呢？就是你觉得背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好像快要记住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要强迫自己再多来个50%。那如果我快要记住，然后你觉得自己脑子有点疲惫了，就不要背了。那如果我快要记住的时候我又困了怎么办？困了，后面我们说到锻炼记忆的时候，睡觉也是一个帮助记忆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是按照艾宾浩斯曲线来进行复习。什么时候复习最有效呢？就是你快遗忘的时候，也就是学习之后的12小时、1天和2天。这么复习啊，比你一口气猛背效率要提高大概70%。我知道，就是那个记忆曲线嘛。记忆曲线啊，对。那我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记忆曲线啊。简单来说，在19世纪的时候呢，有个德国心理学家叫赫尔曼·艾宾浩斯，他开始琢磨怎么把记忆消失的速度给量化一下。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记忆一些没有意义的3字母组合，然后定期检查自己忘了多少，最后呢把这些数据画成图，就有了这条曲线。所以千万别忘了在那个关键点上来重复记忆。书里还对未来的记忆科技进行了畅想。如果有一个微型摄像机能直接植入我们的晶状体，然后呢和脑机接口技术进行结合，这样一来电脑里的东西和脑子里的记忆就会合二为一。我们用外面的东西就像回忆自己做过的事儿一样随心所欲。不过别以为这个事儿遥不可及在本书出来的10多年后的今天，现在市面上已经有那种能录像的眼镜，而且呢国家在这方面也大有动作。工信部等7家单位一起发了一个文件，说到2030年我们的国家脑机接口技术要有重大突破，还要建立一套安全系统。
这就意味着书里那些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东西啊，其实离我们的现实已经不远了。没错啊，将来会有机器来帮我们记忆，我们不愁记不住东西了。但是不要忘了，锻炼我们的记忆力才是王道。刚才我们学的记忆力训练，不只是为了记住更多东西那么简单。当你主动去记的时候，你的脑子就在忙着整理和联系新旧知识，重新组织信息。这个过程啊，是创造力的一大来源。每次我们把学到的新东西消化成自己的想法，都是对自己理解力和判断能力的一次考验。慢慢的呢，你的道德观、思维方式和整个人格都会被这些经历塑造得更加成熟和完整。所以虽然科技进步是好事，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培养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记忆力和创造能力。